很多人睡眠不好，难入睡，睡着了又容易醒，还总爱做各种各样的梦，试了很多方法，作用都不大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小腿，看看你的小腿是不是很僵硬，是不是发凉。睡眠不好的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小腿的经络都是堵塞的，缺乏弹性，硬邦邦，甚至肿胀难受，一按就很疼。如果身体经络都很畅通的，每天都睡得很好的人，小腿摸起来会温暖、柔软、有弹性。那小腿如果堵塞了怎么办呢？下面我教大家疏通小腿。疏通小腿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拍，也可以刮，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扁灸罐来辅助疏通。这个罐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刮一边灸，既可以起到刮的疏通作用，又有艾灸温经通络的好处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在疏通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涂点艾草精油，好，咱们均匀的涂摸整个小腿、小腿肚子、小腿的内外两侧，均匀的涂抹上艾草精油，然后我们再用罐子刮灸。现在罐子里面已经点燃了专用的艾柱，温温的，不会烫。我们再把隔灰网盖好，好，可以开始。第一步，刮灸小腿肚子。我们一边刮一边仔细感受这里有没有痛点、结节或者条索状的东西。大部分睡不好的朋友，一刮这里会很痛，或者有痛点、经结。发现了这些地方，一定要侧重把这些东西给疏通开。我们就这样从上往下刮到承山穴的位置，刮灸3分钟，这样身体经络才能畅通，气血才能正常的运行。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坚持疏通小腿肚子，坚持疏通一段时间，疏通到小腿这里柔软了，不僵硬了，暖起来了，全身都会舒畅舒服起来。第二步，我们先疏通小腿的外侧，这里是腓骨小头，腓骨小头的前下方就是阳陵泉，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下刮到脚踝。阳陵泉这个位置要重点多刮几下，稍稍用力，然后就往下刮到脚踝，一下一下的。我们就这样子从上往下刮3分钟。刮完了外侧，接着我们再刮内侧。刮内侧一样是从上往下刮，刮内侧时要重点刮一下阴陵泉，这里就是阴陵泉的区域。有些湿气重的人，疏通到阴陵泉这里的时候会很痛，这是正常的，更要坚持疏通。好，这样从上往下刮，刮到内踝尖，刮3分钟。疏通完了左腿，我们再疏通右腿就可以了。我们疏通小腿，记得先疏通左边，再疏通右边，让身体形成一个循环。疏通的时候不用刻意去找点位，我们疏通的目的就是疏通整条小腿，把小腿都疏通到引火下行。很多人睡眠不好的，疏通几天就会感觉全身都很轻松很舒服，自然也会睡得舒服。大家用这个罐子疏通起来非常方便，配合艾草精油事半功倍。扁食的材质用来刮灸
非常好。喜欢这个罐子的，直接点我的头像，进去橱窗就能看到。如果头部的经络堵住了，一堵百堵，一通百通，所以保持头部经络畅通很重要。如果有脑供血不足，经常头晕迷糊的，觉得记性越来越差的，头发越脱越多的朋友，听我的，一定要多疏通头，坚持疏通，让气血蹭蹭往头上涌。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这边我教大家用这款梳子来梳头部。第一步，梳督脉，头顶正中央这条线就是督脉，顺着督脉从前向后梳，这样子一直梳到后脑，就这样坚持梳100下。督脉为总督一身阳经，统领一身的阳气，坚持梳督脉，让身体阳气足，气血旺盛。用这把梳子梳通的好处就是非常舒服，它的梳齿圆润宽大，能很好的穿透你的头发，可以紧紧的贴合在头皮上，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头上哪里有痛点、筋结，能够有效的疏通头部经络。两端的圆圆的大梳齿还可以用来点按穴位。第二步，梳膀胱经。膀胱经在督脉两旁，两边各有一条，沿着经脉的位置从前往后梳膀胱经，就这样从前向后一直梳，梳到后脑，把这里梳通了，让更多的气血流到这条经络，瞬间就能感觉气血往上涌。每次坚持疏通100下。第三步，梳胆经。胆经位于膀胱经的两侧，这条经络它更接近耳朵，也是从前往后梳，每次坚持100下。人体的5脏之血、6腑之气皆上注于胆经，胆经疏通了，能振奋阳气，清热开窍，健脑通络。以上就是疏通整个头部的方法，大家要坚持做。我们坚持把头部疏通了，就相当于疏通调理了全身。对脑供血不足、经常头晕迷糊的、记性越来越差的、头发越脱越多的，这些情况帮助特别大。按压肚脐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却是一招妙用无穷的道家长寿术。下面我教大家压肚脐，最好躺在床上，用自己的手指压在肚脐眼上，要稍稍用力，力度的大小以自己感受舒服为宜。如果感觉压得太紧，就放松一点；如果感到太松了，没感觉，就压重一点。按压的时候要心情平和，把意念集中在肚脐眼上，就是我们不要想其他的东西，更不要边看手机边压，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肚脐眼上，边按边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连续数到100。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的意念其实就是心神，平时我们忙于工作、生活，心神都是散乱的，元气元神就在这种散乱的状态中不断耗散。压脐的时候，把心神收拢，让它回到神诀上，因为这里才是它的源头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我无法集中意念在肚脐上，总爱胡思乱想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能静下心来，坚持数数，其实我们的意念都是在慢慢集中啊。也有朋友会有疑问，按压肚脐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真的有用吗？不用怀疑，作用非常好，你试过就知道。压肚脐这个方法的原型就是灸神诀。古时候不管身体大小问题，
总会灸这个穴，遇到严重的问题，甚至还会灸100壮乃至几百壮。古话说常灸神阙穴，万病自会灭。灸神阙的确好处很多，能延缓衰老，调养脾胃。最早的时候都是灸神阙的，后来才演变出压肚脐。压肚脐更简单更方便，如果你有时间，我建议你灸肚脐更好，可以隔盐灸或者直接悬灸。下面我向大家演示用扁灸罐来灸。现在里面我已经点好了艾柱，把隔灰网盖紧。我们躺着，把杯口对着肚脐的位置扣在肚脐上就行。现在温度已经上来了，温温的，很舒服。灸神阙的时候和压肚脐一样，最好闭着眼睛，意念集中，感受爱的能量从肚脐这里慢慢延伸到身体其他部位。爱是能量之皇，不管男女都可以坚持灸一灸肚脐，给身体补充能量。就这样坚持10分钟以上。如果你确实不想灸，没时间灸，或者也没时间按，那么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贴肚脐贴。肚脐贴可以自己制作，用桂圆肉1个，花椒7颗，艾绒少量，3种材料放在一起捣碎，搓成一个小丸子，睡觉前贴在肚脐上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取下来。艾草是阳气之王，桂圆补益心脾，花椒走劝作用极强，3种材料组合在一起放在肚脐上，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。放在肚脐上，让肚脐吸收，从而进入身体。有下面6种情况的人特别适合用肚脐贴：一、大便不成形，甚至容易溏稀或者粘马桶；二、舌头胖大，舌头两边有齿痕；三、吃完饭肚子总是不舒服，只吃一点点就饱胀，消化不良；四、喝水都长胖，或者吃多少都不长肉；五、经常感到疲倦，身体很懒，不爱动；六、怕吃生冷的很凉的东西，一吃就会身体发冷，或者马上拉肚子、肚子疼等。有以上6种情况，坚持贴肚脐贴就非常好。有些朋友非常想要一些现成的肚脐贴，也有些朋友想要我这个灸肚脐的扁灸罐。不管用哪种方法，灸也好，按也好，贴也好，目的都是一样的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一种自己合适的方法，或者哪种方法轮流用也行。选择自己能够坚持的方法，坚持把这条吸收营养的通道激活，从生命的源头激发自身的潜能，激发身体的元神、元气等等，不管大人、小孩、老人都可以用。气大伤身的道理人人都懂，但是大多数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还是会大发脾气、大发雷霆。其实我们每一次生气都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，不管男女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生气对身体都是不好的。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有时候真的是没忍住生气了，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有气上来了，确实也不要强行制怒。正确的方法是把气合理转化。如果不能转化，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口无形的气憋在体内，但是如果这口无形的气和身体的痰淤血结合，那就不好了，就会变成身体有形的东西，如各种增生、结等等。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火大，脾气一点就爆发呢？其实这些爱发脾气的人，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是被身体绑架了，身体积累了太多郁结的情绪，可能和肝有关，也有可能和身体气不顺有关。都说敲敲打打能赶走郁结的情绪，下面教大家通过拍拍打打的方法，让你拥有一个穿透情绪的好身体，自然就不会乱发脾气了。下面我带大家一起做。一、敲打腋窝，肝血聚腋窝。平时只要我们自己有空的时候，
就可以多拍拍腋窝。拍打的方法，伸出手抱头，这样腋窝就能完全展露出来。我们用经络拍来拍打，这样更省力，更有利于坚持，而且拍子的力度更好，力度适中，对准腋窝。一定要利用拍子的弹性来拍打腋窝。就这样，左右的腋窝各拍打3分钟。2、敲打大腿内侧肝经。大腿内侧段是肝经循行而过的地方，每天睡觉之前，从大腿根部向膝盖方向敲打。我们手拿2个经络拍，从根部开始，有节奏的、力度适中的敲打。注意在敲打的时候，仔细感受有没有特别痛的点，这个就是你肝经的淤堵点，要重点拍打。有些人刚开始拍的时候，大腿内侧这里非常酸痛，因为淤堵得比较厉害，这样更需要坚持拍打。把这里疏通开了，才能化解郁结淤堵。我们这样坐着，左右腿的肝经各拍打5到10分钟即可。3、敲打膻中穴。膻中者，辰始之官，喜乐出焉。我们快乐的心情是从这里迸发出来的。常常疏通这里，让胸中气不虚不乱，解开心结，会使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情和坚强的心态。好，手持经络拍对准膻中穴所在的区域，也就是莲骨头连线中点的这个区域，力度要轻柔，轻拍。每次拍打2分钟，记得不要用蛮力。很多人问这个拍子哪里可以找到？这个拍子是我们自己研发的，里面是优质的脱脂棉加超记忆钢丝结构，还有8大中药材，而且是手工卷成，全身都可以疏通。爱发脾气、容易发脾气的人、肝火大的人，坚持疏通上面3个地方，赶走郁结的情绪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发脾气对身体的伤害真的很大，特别是以下3个时候。1、怀孕的时候，这段时间如果孕妈脾气暴躁，经常生气，大动肝火，会耗伤孕妈的身体，同时对宝宝的生长发育会有很大的影响。2、哺乳的时候，哺乳期间妈妈的心情会影响乳汁的分泌和乳汁的质量，母亲的性格会对宝宝的性情影响很大。3、月经前和月经的时候，我们生了气就相当一股寒气，来月经前后子宫正开，生气便会让这份寒邪留在体内，让血脉不通。古人说大道至简，最简单往往蕴含着最深刻最有用的道理，养生之道也是如此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看似很简单却非常有用的运动，甩手运动。它源自易经，下面我教大家做。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上身正直，眼睛看着前方。开始摆动手臂，一个手臂往前甩动，一个手臂往后甩动，甩到最大限度，然后下落。上前甩的时候要用力，上后的时候要利用惯性。就这样甩100下，然后换一个方向，左右甩动，2个手臂左右交叉甩动，也是做100下。甩手运动能牵拉手腕、手掌、足跟、腕部等12条经脉，使这些经脉受到刺激，能得到疏通，引起收缩运动，能扩张胸肺，锻炼颈部、肩膀等。中医认为，身体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堵引起的，甩手运动能带动全身气血运动流通。古话说筋长1寸，延寿10年，意思就是经常拉伸身体，疏通身体，让身体的筋得到运动拉伸，
身体肯定会健康长寿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这2个动作，走路的时候可以做，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做，做一段时间后，肩颈舒服了，睡眠好了，腿脚不痛了等等。除了甩手，家里有经络拍的朋友也可以用傻瓜式拍打来疏通身体，就是哪里不舒服就拍哪里，肩膀酸累就拍肩膀，后背疼就拍后背，腿不舒服就拍腿，全身都可以用它来疏通，拍起来非常舒服。有些人经常便溏以及消化不好，吃一点点就饱胀难受，多数是考虑是脾虚的问题。虚就是缺的意思，虚一般都是会在身体的点位上出现凹的表现。如果脾有问题，它虚了，足三里这个位置会凹进去，就像地下水不足时地面会坍塌一样的道理。足三里在我们腿上，外膝眼下3寸，就是四指的宽度，胫骨外侧1横指，这里就是足三里。你不妨看看你的足三里这里是不是也有凹陷的情况，如果有怎么办呢？方法很简单，我们有空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拍打足三里，我们可以握拳，用拳眼对着足三里的区域稍稍用力的拍打，这里的肉比较多，所以可以稍稍用力。每次拍打3到5分钟，每天可以多次，有空的时候就拍拍。会灸的朋友也可以灸一灸足三里，有非常好的作用。调理脾胃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也是一个懒人法，一个躺着就能调理脾胃的方法。这是养生名师南怀瑾毕生都在推崇的养脾胃的方法，就是用肚脐贴。准备花椒6、7颗，桂圆肉1个，艾绒少量，把这3样材料捣碎，然后搓成一个小丸子，晚上睡前放在肚脐上，要贴好胶布。第2天早上起床就取下来就可以了。艾草是纯阳之物，古人将太阳称为天之阳，艾叶称为地之阳。花椒去湿气的作用是调理中最强的，而且它可以通气。桂圆入脾心2经，3种材料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一股强大的健脾能量。我们在娘胎的时候，肚脐就是用来吸收营养的。现在我们把艾草、花椒、桂圆的能量组合在一起，放在肚脐眼上，被身体吸收了，对脾胃的作用是很明显的。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准备好现成的肚脐贴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好了，身体各个方面都会好起来。相反，脾胃不好，身体会越来越差。脾胃差、湿气重的朋友，赶紧跟着做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人未老，发已白，很多人中年刚到，已经满头白发，早生白发已经成为很多人挥之不去的一道杠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早生白发的养生调理法，大家坚持每天做。1. 两鬓白发，肝胆受阻，重点疏通肝胆经。我们可以用经络拍打腿外面的胆经和里面的肝经。先拍胆经，疏通胆经，我们从臀部开始，一直拍打到脚踝。这样就是1趟，反复拍打21趟，再换脚。疏通完左右的胆经，我们再疏通大腿内侧的肝经。现在我们疏通大腿内侧的肝经。可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可以同时疏通左右的肝经。从腹股沟开始，一直拍打到脚踝。
来回拍打21趟。2. 颠顶白发，督脉受阻，重点疏通督脉。我们可以用经络拍拍打后背整条督脉。没有这个拍子的朋友，可以到视频下方橱窗获取。这个拍子很有弹性，拍打起来很舒服，能够把力度渗透进去，打通周身气血。好，现在我们拍打督脉，从大椎一直拍打到我们的尾椎。拍打的时候要稍稍用力，这样才能够震动到整条督脉。每次拍打21趟。3. 满头白发，气血受阻，全能的十指梳头法上场。每天早上将双手搓热，由前发际线梳到后枕。我们先梳中间的督脉，每次梳21趟。然后我们再梳两侧的胃经和胆经，也是每次梳21趟。注意十指梳头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一定不要用到指甲，要用指部去做，直到皮肤微微发热即可。每次十指梳头后，你的头会明显感觉到轻松多了。好，早生白发的朋友，每天坚持做以上的动作，坚持几个月以后，或许你头发上的白发就不见了，长满了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。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。养脾胃是养生最重要、最基础的事情，但是现代人的脾胃一般都不好，天天想着吃这个那个来补脾胃，却不知道脾胃出了问题，很多时候和自己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。脾胃差的人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下面4个坏习惯。1. 汤泡饭。汤泡饭，饭是泡远了，更容易下咽，但是没有经过充分的煮嚼，增加了脾胃负担。另外，汤里如果油脂多，也不利于脾胃运化。2. 吃压气饭，伤肝又伤脾。生气的时候不要吃饭，因为生气的时候会有一股气堵在胸口这里。继续吃饭的话，第一对肝不好，第二对脾不好。所以如果生气，干脆就不吃饭，等气消了再吃。我们祖先也有一句古话，吃饭不训子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要批评小孩。小孩脾胃本来就弱，再受气吃饭，对小孩脾胃更不好。3. 久坐缺乏运动，伤肉伤脾。脾主肌肉，久坐伤肉。久坐不动的人脾胃都不好，不想吃东西，胃口不好。相反，经常运动的人胃口一般都不错，吃得香。4. 爱吃辛辣重口味。脾胃最喜欢甘淡之味，过于辛辣的食物对脾胃的伤害不小。要想脾胃好，清淡饮食就可以了。有一个躺着就能养脾胃的方法，非常适合懒人，用艾绒、桂圆肉、花椒3种材料捣烂，晚上睡觉前贴在肚脐上就行。这个方法是养生大师南怀瑾推荐的，脾胃差、湿气重的人都可以贴，大家可以自制，材料非常简单，取桂圆肉、花椒、艾绒即可，放在一起捣碎，捣碎后搓成小团，这样就做成了。晚上睡觉之前取一个放在肚脐眼的位置，贴上胶布就可以了。我们的肚脐也叫神阙穴，这里皮肤薄，没有脂肪组织，脐下腹膜血管丰富，把肚脐贴放在肚脐上，它的药效最容易吸收。脾胃差的人坚持贴2个星期，作用就非常明显了，然后再坚持贴一段时间巩固，对调理脾胃非常不错。我们也制作了现成的肚脐贴，除了艾绒、桂圆、花椒，还加入了白芷、生姜等材料。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就能找到。我们的腰底有一个巴掌大的地方，长得像螃蟹，
却是调节腰底气血的总开关，把它搓圆了，能把阳气直接注入包公、盘仓，温通寒湿淤堵，对女性朋友特别好。它就是八髎穴。八髎穴不是一个穴位，而是一组穴位。它在腰底骨上有4对抵后孔，分别为上髎、次髎、中髎、下髎8个穴位。八髎穴刚好位于女性包宫的位置，而包宫是女性一生的核心点，保持八髎穴的通畅很重要。今天通过一搓、二灸、三养，对八髎进行全面的疏通，排出寒湿淤堵。第一步，揉搓八髎穴，先把双手搓热，然后搓热的双手按在八髎上，快速上下搓揉3到5分钟。上班时可以隔着衣服搓，但是在家最好贴着皮肤搓。有精油的可以涂些精油，慢慢的能感觉到明显的热感流入八髎，然后传到小腹，激活包公的气血运行，滋养包公。包公健康了，很多困扰女性的问题，比如腹部冷痛、身体虚胖、长斑长痘、失眠、腰痛腿痛等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是上热下寒的体质，更要多搓八髎，打通中焦淤堵，让上面的火下来，下面的水上去，平衡寒热。第二步，灸八髎，可以用艾灸条悬灸，或者用几孔的艾灸盒扣在八髎穴上灸，每次30到45分钟，灸量要足。利用艾草的热力，把阳气从8个孔道直接注入包公、盘仓，让灸感透达全身，排出寒湿淤堵，顺便打开腰底部的气血，缓解年纪大了气血不通，或者打工人长期久坐引起的腰腿冷痛、酸痛等等。第三步，养八髎，平时不要久坐，坐了一段时间起身走动走动，还要注意八髎的保暖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暖水袋或者热敷垫温敷八髎。